好的沟通，先从最佳的聆听开始，交谈中缄默与谦虚最可贵。我看了一本那个介绍一个成功的一个推销车子的人啊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怎么推销你的车子？怎么你推销一年几百部的车子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们那个同伴呐，都是讲我的车子最好，我的车子最好，我这个牌子最好，最好，最好。”他说：“我跟人家推销的时候呢，我就是聆听对方的抱怨、埋怨，说什么车什么坏，怎么样子的哈，你这个牌子多坏，多坏，多坏。”他就好，那什么地方是不好，什么地方的缺点，就一直听人家讲，一直讲。他说我的秘诀就是倾听，倾听别人的批评，当他骂的这个狗头淋血的时候呢，我才慢慢的很谦虚的去请教他，应该改善的在什么地方？请你告诉我，我回去跟公司呢商量，把这个缺点改进。那么对方呢？看你这么认真的去倾听他的时候呢，他慢慢就能接受你这个厂牌啊。这是我看了一篇报道，一个推销员他成功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倾听。有一对夫妻啊，找老和尚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最爱的一个朋友呢。”我想跟他结婚，可是呢，认识不久以后呢，慢慢的我们好像在疏远了，他说那怎么办呢？那个老和尚就跟他讲，倾听，你那个朋友跟你讲话的时候啊，你就很认真的去听出他的问题在哪里，好了，他倾听以后呢，这个慢慢感情又恢复了，然后他就回来了。他说：“现在想跟他结婚的话，还有下一步是如何啊？”老和尚就跟他讲：“倾听是不够的，你要听出言外之意，他在想什么？他之所以讲这句话，他的背后的思想是什么？”你要听出言外之意的话呢，就会有好结果。好了，他现在进一步的从倾听当中呢，真正了解他这个女朋友的心理的思想，他想的是什么？从他的语言当中，他了解了。后来这个女朋友呢，觉得他这个男朋友很了解他，最后他们结婚了。这是我看了一篇这个故事里面，这是也是让我们了解，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了解我、认识我、尊重我、接受我、接纳我，这人的特性，是人性的弱点也好，人性的光明面也好，大家凡夫都有这个现象。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倾听的重要，倾听的重要。所以在交谈当中呢，缄默与谦虚是最可贵的。在大众场所当中，喋喋不休的人会令人怎么样子讨厌，知道吗？你那些在大庭广众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该发言的时候呢，你就倾听吧。你就缄默吧，谦虚一点，反而会受到尊重。然后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记得这句话记得这句话，这是告诉我们为人处事的。因为我一再强调，我们信佛学佛，我们就是要减少烦恼。我们不敢讲说要断烦恼了减少烦恼。减少的烦恼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？去倾听别人的意见，但是自己要有个主张你不要认为倾听别人的意见，你自己完全没有主张、没有原则也不对。自己有一个主张、一个原则，然后听听别人的意见，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好的这种主张原则，这也是很重要的